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新不新家第17季第20集。恶作剧三人组重出江湖，他们现在又想出了新招，在路沿喷上对应的那家地址，然后强向别人征收费用。小新刚喷完第一家，老毛子又气势汹汹地跑了出来，质问在他家门前鬼鬼祟祟在干什么。小胖子把情况说明，伸手就要10块钱。这样啊，老毛子觉得自家提升了一个档次，没有犹豫就掏钱给了几个小朋友。老毛子持着枪感慨，总算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了。那可不，这枪走火，直接把地里的石油打出来了，让老毛子乐得洗了个石油浴。然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他注定要失望了。孩子们第二个整蛊对象就是弗兰德。了解情况后，他十分开心，让这路沿变得华丽，甚至表示愿意再出100元让他们涂车库门。但是他们本是为了恶作剧，又不是为了赚钱。听到此话，直接吓得逃走了。好事不过3，遇到辛巴谁都得碰钉子。在他们涂了前2个数字后，辛巴就跑出来了，表示自己绝不会付1分钱。小新表示好啊，那最后一个数字就不涂了，不涂就不涂，老子自己上。辛巴不仅补齐了最后一个数字，还顺便表达对偶像热爱，心思没白费，追星成功之后，他就心满意足擦去了多余的部分，当然包括原本的第3个数字。路沿门牌号成为流行，就连快递员派件也得看看。辛巴的疏忽让他收到了别人的邮件，不过他倒是对戴维享用美食显得格外心安理得。谁叫他们家平时都收不到好东西呢？冒名顶替只有1次和无数次。辛巴还带着辛妈去参加了陌生人的婚礼，虽然新郎新娘都对辛巴健康感到诧异，因为他们邀请是个瞎子，不过只要不添乱，谁管他呢？一天，辛巴又瘫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辛妈走过来说自己赢得了主妇杂志，奖励就是家政人员会上门收拾房子，但是他根本不记得自己订过这本杂志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辛巴就愤怒起身，说没工夫听他指责自己冒领邮件。辛妈全副武装开始打扫房间，辛小妹表示只是一群来打扫的陌生人，没必要在意他们的想法。辛妈却觉得这些人一定会在背后议论，比如脏衣楼里竟然有脏衣服，排水沟里居然有一簇毛，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定会说邋遢邋遢邋遢。想到这里，辛妈连忙更加用力清理钥匙孔。经过她的不懈努力，这个家终于焕然一新了，她很满意，这才像个待打扫的房间嘛。然而当她目光扫过地板，突然看到一团黑黑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声响起，吓得辛妈连忙跪倒在地仔细擦拭，但这对顽疾似乎无效，她知道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了。接着她就在桶里混合了所有清洁剂，刺鼻的气味冲上脑门，直接把她熏晕了，头也重重的磕到了小板凳上。再次醒来已经是在医院，医生确定她智商没有受到严重损害，但是她失忆了，老公孩子都不记得了，医生也不确定什么时候恢复，只能不停锻炼她的回忆，直至记忆恢复。对待失去记忆的老婆，辛爸还是煞费苦心，又是送花又是营造舒适的环境。辛妈感动地说谢谢叔叔，咋还差了1倍呢？辛爸直接说我是你丈夫，这句话直接让辛妈3观都炸裂了。我真的是你丈夫，我们同岁，但是你看起来比我成熟多了。辛爸笑笑，那是因为我吃了很多垃圾食品。然后就是与孩子们的相处，辛小妹向辛妈简单介绍了自己，表示自己是她的最爱，但是辛妈完全不相信。辛小妹看起来确实很乖，然而她不认为自己会有最爱。接着就轮到了小新介绍自己，她想糊弄辛妈给自己买辆越野摩托车。辛妈很遗憾地表示，也许我是失忆了，但我不傻。就在此时，辛爸推着轮椅过来了，告诉辛妈可以出院回家了，原因就是保险公司不愿意付钱了。辛妈很高兴，她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自己的家了。然而小新很快就浇灭她的兴趣，房子很好，就像2层高的呕吐物。辛爸暂时第一时间惩罚这个坏小子。辛妈十分错愕，你竟然掐自己的孩子，她觉得这样很酷，是吧小子？不，我觉得吞东西很痛。此话一出，又免不了被掐，辛妈有些接受不了了。辛爸开车来到了街上，希望熟悉的场景能够帮他找回记忆。然而对于这些互相掐架的人们，他只觉得是白痴分子，完全不记得自己有过这样的朋友。接着他又看见吸食致幻药的校车司机奥托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能把孩子托付给这样的人，事实上确实不值得托付。进屋之后，辛妈听到了吮吸的声音，脑子灵光一闪，她想起了什么，转眼就看到小新走了过来。辛妈马上抱起了他，哦，我的小天使。辛小妹判断一定是声音触发了辛妈的记忆，这通分析也让辛妈想起了辛小妹，哦，我的小万事通。就在这时，眼镜仔走了过来，这熟悉的姿势和语气，辛妈想起来了，他是小新最好的朋友，自然小新也被想起来了。辛巴跃跃欲试，看来下一个被想起的就是他了。然而他想多了，辛妈记起了窗外经过的弗兰德，还有他家猫的生日，也没有想起关于辛巴的一丝一毫。为了让妻子记起自己，辛巴拿出相册展示自己的英勇事迹，这个是我打前任总统的，这个是我打现任总统的，这个是我海扁苹果大亨的。辛妈点点头，挺不错的，我还是记不得，那就只能通过一些肢体接触了。在得知辛巴所说是什么之后，辛妈大发雷霆，
听，我都不认识你，耍流氓呢。辛巴很奇怪，为什么就单单忘了丈夫呢？姐姐们告诉她，那是因为大脑正在把辛巴从一段失败透顶的婚姻中拯救出来。难道这就是你们对我婚姻的评价？怎么可能？我们一直都很尊重你的决定。辛巴勉强相信了姐姐们说的话，不过当他说自己对辛巴不来电时，他们的笑声似乎出卖了些什么。由于谈话的保密性不高，孩子们和辛巴甚至警察都知道了。如果不能让老婆想起自己，至少应该让她重新爱上自己。辛巴西装革履，手捧礼物，邀请辛巴约会，烛光晚餐，海边漫步，都挺好的。不过当辛巴得知他们曾在野外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，还有辛巴对细节的描述，都让辛巴觉得头皮发麻。他宁愿自己从来没做过这些，还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就是忘了辛巴。一顿骚操作之后，辛巴终于被扫地出门了。虽然他还想通过惊吓治疗一下失忆，不过很明显这没有什么用，唯一可去的地方就只有老辛普森那里了。得知辛巴离开，姐姐们别提有多高兴了，直接把辛巴送去相亲会。但他还是有所顾虑，毕竟从某种程度上她是个已婚妇女呢。不用担心，姐姐们把手续都准备好了，要不要牵着玩玩？相亲会的规则很简单，主持人每5分钟按一下喇叭，然后男士们就会往左移动一下桌子。辛巴的相亲进展的有些不顺利，第一个是杀人犯，第二个喜欢自说自话，第三个看起来是个同性恋，好在第4个人能够勉强聊上几句，而且他也一样是被哥哥们拽来的。不得不说，这吸烟的动作，这烟嗓跟辛巴的姐姐有的一拼。既然有话聊，就不用遵守规则了。他们决定一起出去喝咖啡，姐姐们感觉很欣慰，不过对于哥哥们的搭讪，他们表示去死吧，白痴。辛巴正无聊盯着天花板发呆，电话突然响了，他觉得一定是辛妈，一个翻身就来到电话旁，谁知是兰妮打来的。他说辛妈正跟一个帅哥聊天，他们举止看起来很亲密，吓得辛巴立刻驱车来到了那里。他小心翼翼地绕到他们的下方，偷听谈话内容。他们很聊得来，都喜欢干净有理。辛巴知道自己遇到对手了，必须要付出行动，不然老婆就没了。然而一个海浪打过，他的身上脏透了，彻底没戏了。男人又说话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无话不说。辛巴有点犹豫，真的吗？我失忆了，还有3个孩子。听到这话，男人马上放开了手，表示很尊敬辛巴精神上的疾病，但是他不能接受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眼见妻子难过，辛巴直接上前找男人理论，你知道你拒绝了谁吗？一个世界上最乖巧最美丽的女人，10年来她都把最后一块披萨留给我，而且从来都没有任何怨言。她总是光芒四射，又让人心旷神怡，但是你居然把她给甩了。男人赞同辛巴的话，但不能接受3个孩子。正当辛巴万分沮丧之时，辛妈出现了。我不了解你，但是你好像知道很多我的事，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意义非凡。这是我第一次想要记起你。说完，他轻轻地吻了一下辛巴。终于，他们又在一起了。辛巴想要喝酒庆祝一下，辛妈有些疑惑，原来你还要喝酒吗？辛巴暂时能扯就扯，说是他生病之时，他才开始接触啤酒这个东西的。啤酒？辛妈全都想起来了，你明明每天都是在喝啤酒。谎言被拆穿，辛巴有点难受，还有很多次都是因为和你吵架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辛妈点点头，当然记得，所以我们才是最甜蜜的一对呀。说完就亲吻了一下辛巴的脸颊。一次意外的失忆，让原本亲密无间的人形同陌路，最应该被记起的人偏偏被遗忘。辛妈的种种排斥，恰好暴露婚姻的真相。曾几何时，他们也是热恋中的少男少女，永远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，无忧无虑尽情享受了恋爱的甜蜜。然而婚后的朝夕相对，柴米油盐，让彼此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如果他们还能记起对方恋爱时的模样，谁能不感慨一句你变了？当尚未涉足婚姻的女人遇到油腻中年大叔，无疑粉碎失忆辛妈对于婚姻的所有幻想，再加上辛巴口无遮拦的骚操作，都将自己的挚爱推得越来越远。好在维系婚姻的密码不是对方的外在形象，而是那颗永远为对方着想的心。就像险些被戴绿帽子的辛巴，想的也只是辛妈幸福就好。如果有人伤他的心，他就会第一时间站出来。有些爱是刻在骨子里的，就算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，他也一直都在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但若没有它，爱情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